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谢谢，今年终于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进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我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您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
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向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卓琴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得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所以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得咚哧大哧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晾条秋裤。谢谢大家，嘻哈。谢谢喜欢嘻哈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你看现场都大疯了，我能理解到他的舞台感染力和状态。哎呀，快采访一下这个不文明秋裤事件的4位当事人吧。你这个嘻哈怎么什么都说？我觉得嘻哈能当非常好的选角导演，我觉得你给每个人安排角色都很合适。真的吗？我肯定说得出来保护案发现场这样的话。对，我有
要分析过，真的。我怎么就非得洗秋裤呢？你说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就这么热呀？我怎么就非得？问题是怎么回一回受伤的都是我呢？咱们说回这段表演呢，这个怎么样？嘻哈是我们上一轮所有选手比赛的最高分，也是复活金牌的持有者之一。而且嘻哈的这块金牌可是打败付航拿到的哟。上次他就非常顶，就把全场掀翻了，然后今天这个表演又是很嗨，他就是能量很强啊，就是你身边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就能量特别强的。你跟刚才那2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2位不是没有能量，只是他们就是能量输出的方式是那种低电压的。对，你是高压线的那个模式啊，就是像他这样，你想控制，你想让他低电压也不太可能，是特别好，而且您找到了您自己最好的那个表现方式，棒！谢谢。我觉得嘻哈很有可能是我们今年的冠军。不要这样。我们这次的女选手都非常非常强，对，真的非常强。每一组比赛里都有很强的女选手，所以我觉得今年女冠军就是大有希望。好，努力，我们所有都努力。真的非常好，就是非常舒爽，就听他说话讲事儿啊，是吧？包括这个演绎人物什么的，在表演层面上，我觉得目前在这个台上，嘻哈得是头一份了。因为我以前玩即兴，然后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包括这些素材都是真实的，所以我能完全的还原。真事儿啊！我所有讲的事情都是真事，包括我同事。秋裤也是真事儿。秋裤我有照片。哇哦！他就这样晾完了之后，这边那个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就被他打湿了嘛。而且他是睡了很久之后才发现，那个旅客起来非常生气。不是嘻哈，我不明白，就他为什么就着急落地之前把它晾干？他是在赶着穿吗？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人有很多，然后飞机上更多。我相信大家就是上班应该能遇到这种你理解不了他的思维。我觉得他就是想蹭那洗手液，因为其实我讲的就是缩了的。其实那个旅客是已经把我飞机上所有同事刁难完了之后，我是最后一个过去解决他的。啊，其实我当时为了解决他的这个情绪问题，我蹲了40分钟。他就是一直为难，然后让我反反复复的给他换茶，然后各种。其实他是无理的要求，是。但是我们这个做服务行业的，还有其他工作，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些他可能逮到一点小毛病之后，他会疯狂的放大自己的情绪，然后不断的为难你。哎，你要不理他会怎么样呢？不理他的话，其实他就会一直闹，然后我们工作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展，然后可能会有其他不太擅长处理这种或脸皮比较薄的同事去处理。但我不希望我的同事们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我比他们都飞得久，我可以去解决，我就去解决，我也不怕。他的无理投诉对你们会有很大影响吗？哪怕他投诉了之后，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下来之后，比如说我们飞4天，2天休息非常难得了，但这2天可能你就要不停的在公司里面周转、写材料、报备，然后不停的开会、反思，可能又会停飞、扣分、扣钱，各种问题。航空公司有那种制度吗？就是此人无理取闹，我们终身不卖他机票。除非他是激闹，就非常严重的激闹，可能会拉进黑名单。像这种小打小闹，而且一定要在空警及时执法记录仪抓拍之后，你才可以很好的、很顺利的可以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当时正在洗秋裤的时候，突然破门，我干嘛了？不会，秋裤其实秋裤没有什么，报警是因为飞机上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哦，辛苦。没有，这是工作嘛。我看佩岑姐也是看得很开心哈。我好喜欢你的能量哦，我好喜欢啊！谢谢。爱你耶！那么棒。我今天是第一次现场听到你讲comedy， 对，然后我相信这个记忆，然后你的名字会永远在我的心里。谢谢。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空姐，对，就是小时候都会觉得哇，空姐都可以拎着一个小的行李箱，然后抬头挺胸，然后好像走路有风，然后可以环游世界各地。然后以前是要学历很高，然后水平很高，很难考的，所以空姐其实是很多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小女生的梦想。但我想跟你说是辛苦了，因为我在飞机上真的是很辛苦，要服务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尤其是做服务的工作，大家要多多体恤，谢谢辛苦了。
特别好，特别好。那嘻哈获得了7分组的满票，我们暂时还是不公布分数，请你先落座休息。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了，虽然是新演员，但是今天也是这一整场演出最后一位朋友。我们现场的观众都给他最大的热情，好不好？有请辛博。感觉都是我的托儿啊！来了啊！大家好，我叫辛博。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你说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大病互相看，新型家庭合作医疗。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经常吃药，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儿子你记着啊，这个牌子的药啊，没劲儿。就是我能得什么病，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在我理解，这就是听诊。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科普一下，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那年我7岁。每天都给我按，朝我的突出部猛攻。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你妈也不管。我爸负责按，我妈负责按着我。我甚至在想，小的时候走丢了，警察问我爸：“哎，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能解锁我儿子。后来11、12岁，我就开始长喉结。有点害怕，这能按死我吧？天天夹着嗓子说话，转移了，颈椎间盘也突出了。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淤血一直不好，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确诊真菌感染，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听说那个5%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说儿子，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我们家经常做。鸡肉可以不吃，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说是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但不让我吃蘑菇，说那都是真菌。按照这个说法，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我只听说过见手青，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疑问，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起码咱们控制住了。直到去年去捏脚，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说：“老弟啊，你这是湿疹，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因为上面写着
OTC。不是，这能有劲儿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18年了。当然，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你知道，在我们家，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没有人想我，但一定有人想治我。我爸说是甲流，我妈说乙流。两个人争执不下这种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这2个药的核心，一个叫阿比多尔，一个叫奥司他韦，都有一定的副作用。阿比多尔胃胀气，奥司他韦拉肚子。我奉劝各位啊，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医生建议打青霉素，我爸说：“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头孢，打上就退烧，不打就高烧，反反复复1个多月，我才肺炎。”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就那么个条件，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靠直觉。我受过教育，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啊，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说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我说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以后就是我养你们。爸，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妈，你也是，我帮你按。原生家庭，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跟我说孩子对不起，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谢谢大家，我是辛博。谢谢辛博。喜欢辛博这段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辛博。紧张吗？紧张吗？不紧张。不紧张，就因为这篇稿子我在线下已经演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个好的归宿，我把它演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啊，然后也遇到了一个超强的对手，激发了我的潜能，我非常开心。那辛博确实不容易，因为新人演员，然后又在今天最后一位上场，又是强劲的对手。那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稳，他本来 flow 就非常独特嘛，一直。对。辛博那个说话的口气就特别像单田芳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感觉要讲讲《三国演义》或者什么那个调调，但他讲的内容又很好玩。我俩刚才在这儿后场的时候碰见了，巨逗什么？当时他跟我打招呼，我说嗨，我想叫出他名，但我又想，我说这是他吗？就他，因为我印象当中叫辛博的这个人，他应该是那样的，说话是那感觉的。然后正在我犹豫怎么回答他的时候，他说：“行了，别尬聊了啊。”然后他就奔回走，临走就甩我一句：“加油啊！”
我加油，我还行吧？刚才那表现，挺好的。我是希望这个赶紧加油，继承家业啊。谢谢您吉言，我的好日子也在后头呢，是吧？这个问题我可以说2句吗？就是关于这个台下讲和台上说话不一样。当然。上次其实天真姐提出这个问题啊，我回去思考了一下，是因为我当时想过一个事儿，如果一个文本里边只能有1000个字，你的铺垫越多，你的梗越少。然后我尽可能的放慢，用关键字让大家去脑补这个铺垫，然后我可以写更多的梗。这是根本原因啊。我感受到你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你是属于那个写稿子速度特快的人吗？就是新的东西能源源不绝的吗？我是。我对我的创作能力非常有信心啊！我可以说是，比较努力的单口喜剧演员。我的作息时间比较规律。你现在有种在面试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工作有信心，我是朝9晚5，我可以的啊。是你这老吃乱吃药也熬不了夜，这。马老师。就特别专业。其实他有一种能力，他站在台上能把所有人变成了纯观众，他很完整，又很沉着，然后又压台，又照顾到所有人，所以你就欣赏就好了。就是特别专业的演员，又加上这么一个成熟的作品，所以就没啥可说的，就剩下鼓掌了，棒！谢谢马东老师，我觉得专业是我毕生的追求。他太像在面试了，真的。我跟马老师一样，我也是一直就是很享受你的表演，但是我不知不觉就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因为我也是生2个男孩，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当医生，我也是经常帮他们，经常有什么事情我会自己觉得妈妈也可以。令郎还好吗？目前看起来还行，还没长喉结呢。这个一长就一个就传人俩。但我想代替爸爸妈妈跟你道歉，如果给你造成心理的阴影了，因为就是也有爱你嘛。那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也可以跟你一样，就是把所有以前有什么误解啊或者不开心，也可以当成一种创作，然后在舞台上能够带欢乐给大家。洪生老师，这个我想简单说一句，其实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但其实每个原生家庭都有它存在的问题。我说了一句，解决它可能是个时间问题，我们把很多自己的问题也归结到原生家庭，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最后一句想做个预期违背，就是他们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也是第一次当医生，他们更多时候是无能为力，这是我这篇稿子想写出来的东西。谢谢。哇，谢谢你。好了，谢谢辛博，也谢谢嘻哈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我们请嘻哈也回到舞台中央。2位都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4票，嘻哈、辛博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我觉得嘻哈更高，因为嘻哈的那种气场、那种能量，我真的是很难拒绝的一种能量。我感觉它能炸到你。我说实话，我还是感觉嘻哈那劲儿大。他一演完，哇，这你看那观众那种。我觉得嘻哈像火箭，辛博像航母，一个在水底下咕噜咕噜，一个在天上砸。辛博还是很佩服，顶住了压力。他们比完之后觉得，哎，可能辛博也有机会。辛博和嘻哈真的就是本季新人杰出的代表之作，而且2个人真是针尖对麦芒，甚至我觉得冠亚军可能就在他们俩中角逐出来。哇，96比93，我天，这也太带劲了，太可怕了！嘻哈今年太有冠军相了，再说来。